大家好，我是爱说真话的 Tiger。距离华为 Mate 50 Pro 的发售也有一段时间了，相信部分小伙伴都已经在用了吧。Tiger 也是第一时间向朋友借了这款手机，深度体验了1周之后，向大家汇报 Tiger 的使用体验，而且发现了4个该手机的优点，但有一个致命的缺点，想购买该手机却在犹豫的小伙伴一定不能忽视。下面就跟着 Tiger 来看看吧。第一个优点自然是这代 Mate 系列改变最大的刘海。虽然 Tiger 在之前的视频里对该刘海进行了吐槽，但是这次刘海设计其实是情怀。在华为 Mate 20 Pro 以及 Mate 30系列就有刘海的存在，同时刘海屏也会更加顺应鸿蒙系统的交互逻辑。用过鸿蒙系统的小伙伴都知道，左上角往下拉是消息通知，右上角往下拉是控制中心。若还是如 Mate 40系列一样保留左上角药丸设计，这个交互逻辑似乎有点割裂。同时刘海中间是扬声器，一左一右各有一个摄像头，延续了 Mate 50 Pro 背面的极致对称。一个协调的机身是很重要的，华为 Mate 50 Pro 通过各种小心思的设计，打造了一款拥有极致对称美学的手机，这点深得我心。而且用户被苹果调教了5年，对刘海屏早就见怪不怪了，因此华为再一次用上刘海屏，显得并不怎么突兀。第二个要推荐的地方，则是华为 Mate 50 Pro 的昆仑玻璃。昆仑玻璃是业界首个瑞士 SGS 5星抗跌耐摔认证，号称整机耐摔抗跌落能力相比普通玻璃提升至10倍。最近 Tiger 也在网上看到了很多关于 Mate 50 Pro 昆仑玻璃版本砸核桃的视频，核桃碎了5个，但屏幕却一点事儿也没有，这足以突出该玻璃的硬度，也让消费者在日常使用时放心了许多。不过要注意的是 Mate 50 Pro 均是曲面屏，相比于直屏来说，在结构上就比较容易损坏。我们今天说的单纯指屏幕硬度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 Mate 50 Pro 中，只有素皮材质的昆仑破晓与昆仑霞光配色才配备昆仑玻璃，其他配色均是亮面背板加上普通玻璃。受产能影响，昆仑玻璃版本的手机货源更少。不过等到产能上去之后，华为老手机 P50 系列、Mate 40系列的部分手机可以去官方店更换昆仑玻璃。第3个优点，那就是它捅破天的技术，首发支持了北斗卫星消息，在没有网络、基站信号以及空旷的状态下，可以通过内置应用畅联和相关联系人发送指定文本的消息，在接收端会显示发送端的手机号、位置信息等关键信息。在大山中迷路或是地震后基站损坏、手机没有信号的状态下，这个功能真的可以在关键时刻拯救性命。不过 Tiger 希望每个人这辈子都不会用到这个功能，毕竟用到这个功能的情况可以说是非常紧急了。隔壁苹果的 iPhone 14也首次支持了卫星通信，不过对于中国区的 iPhone 14来说，这个功能形同虚设，因为种种原因，中国区的卫星通信模块全部被移除。不过就算是美版的 iPhone 14可以使用卫星通信，其方便程度也是不如华为 Mate 50 Pro 的。iPhone 14的卫星通信在使用之前，必须在特定软件中按照图形提示巧妙对准卫星方位，才能实现短文本信息发送。最关键的是 iPhone 14的卫星通信不能算是真正的卫星通信，因为所发送的信息只能发送至 SOS 求助站，并不能像华为 Mate 50 Pro 一样发送至指定联系人的手机上，在关键时刻救命。除了可以通过北斗卫星，还可以通过电量应急模式，这就是第4个优点了。在手机电量见底的情况下，还可以通过电量应急模式延长待机3小时，或通话12分钟，或亮码12次，或扫码4次。在紧急时刻，就可以通过一次扫码扫上共享充电宝给手机充电，解决燃眉之急。在室外手机使用次数越来越多的现在，无论快充技术怎么发展，电池容量怎么扩大，没带充电器或者出去旅游时，总会有电量不足的情况。这时候要不就是找到充电器与电源插头为手机充电，要不就是扫码借用共享充电宝为手机充电。因此电量应急模式平时用不到，但是紧急情况下可以扫码借用共享充电宝为手机续上电量。除了这些优点， Tiger 在使用下来觉得很有用之外，其他的新功能像斯麦、可变光圈以及鸿蒙 3.0 等， Tiger 的感知还不够强。不过根据许多小伙伴的使用体验可以得知，这些新功能都还算不错，值得一试。但是华为 Mate 50 Pro 还有一个致命的缺点，不是没有 5G， 不是没有麒麟芯片，而是太火爆了，10秒之内就已经全系售罄，基本上都要加价才能买到。其中 Mate 50 2S 保时捷设计款已经加价超过7000元，现货需要19999元以上的价格才能拿到，再次成为理财产品。不过华为目前已经紧急增产 Mate 50系列，接下来将会持续的增加备货和放货量。但是双11马上就到了，大家真的不再等等吗？
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欢迎您在评论区交流。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，别忘了订阅关注 Tiger，我们下期再见。